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丁禹兮在流量时代做一个笨拙的修行者。有人用3个月时间打磨角色，用2年时间等待角色，用10年时间成为演员。在这个热搜迭代速度以小时计算的时代，丁禹兮选择了一条最笨拙的路。当同辈演员在机场街拍和综艺通告里高频曝光时，他总在剧组里无声地消融自己。拍《清平乐》时为呈现少年文人的清瘦体态，他瘦到下颌线几乎能划破镜头。演《春闺梦里人》里的江湖侠客，他在威亚上吊到腰肌劳损也不肯用替身。每个剧组流传出的花絮里，总能看到他捧着被翻烂的剧本，在边角处挤满密密麻麻的批注，像是要钻进每个标点符号里寻找角色呼吸的痕迹。这位毕业于导演系的演员，似乎总在用显微镜观察表演。在《月光变奏曲》里，他饰演的作家昼川有场戏需要边哭边笑，拍摄前他反复观看侯孝贤、王家卫的经典片段，最后呈现出的微表情里藏着成年人的克制与少年人的赤诚。当我们以为这是天赋时，他在采访里认真地说，每个表情都是对着镜子练过300遍的。去年寒冬探班黑月光剧组时，零下10度的片场里，他穿着单衣反复重拍雨夜告白的戏份。监视器后的导演早已点头，他却坚持要找到被雨水呛到说不出话的真实感。这样的较真让他的每个角色都带着体温，像经年累月打磨出的玉石，温润却有分量。在这个推崇数据为王的行业里，丁禹兮的微博更新频率低得不像个当红演员。但点开超话，粉丝们自发整理的丁禹兮表演细节合集已更新到第72期。有人逐帧分析他手指颤抖的弧度，有人反复回放他转身时的衣袂翻飞。好的表演永远自带引力，能让观众变成显微镜，在细微处看见星辰大海。当行业热衷于讨论爆款公式时，这个年轻人依然固执地相信慢的力量。就像他藏在手机壳背后的那句话，戏要一帧一帧的磨，路要一步一步的走。在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，这份笨拙的坚持，恰是最珍贵的清醒。